助人欲望最易燃，犯罪赎罪灭罪，丑恶是原罪。遐想狂想假想妄想难抵挡梦想，思念一念执念既不愧信念。炫目中心有种力量，昔日繁华变荒诞，烈火里的黑暗用这门击剑。烈火烫烧不尽谎言，难救除非许下真相降临。人间世界，所有我所有罪，熄灭或者剩下黑灰。不必激动，我们将一等脸，傲慢而志在天地间。我们从未失手，守护你的伤口，有理驱散邪恶迷雾。我与神仙交手，没有任何借口，用力追赶烟火迷雾。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许参谋，这是看看打火机能不能够引燃洒了助燃剂的现场物品。这还引燃不了吗？现场那个脚垫儿都没烧成那个样子。那个脚垫是阻燃材质，只有大火焚烧才会变成那个样子。热值较低的打火机未必能够引燃。换一个。这好像也不行，许参谋。再换一个。偶像，李唐龟说，申雪交代了，是他用打火机引燃车子的。真的？那这怎么解释？不是，新发现的一家臭豆腐啊，哟让他尝尝。你这无事献殷勤的，什么叫无事献殷勤啊？一是咱俩感情到位，二呢是陈雪的案子已经审完了。哎，但是结果啊，是我不太想看到的。一个恶念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么多。但我们能做的，也只能是尽量还原真相了。快尝尝。都在啊。陈雪不是凶手。你说什么？我做实验了，在与案发当天，基本相同的温度、湿度等环境条件下，我将韩贝车上同款的坐垫还有地毯铺上同一款酒精，结果打火机点燃不了，所以打火机不是火焰。陈雪以为自己是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陈雪不是凶手。对，那爆炸起火的原因是什么？打火机点燃后的温度在200到500度之间，而我用酒精灯和酒精喷枪，在相同条件下同时点燃现场的物品，只有酒精喷枪可以点燃，所以火源最低温度也要800度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一个800度以上的东西引燃了现场？对，是什么？目前还不能确定。
小春姐，我在尸检报告上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尸体左侧脖子上有几处红点，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这是尸体上唯一不好解释的地方。死者的脖子褶皱处确实发现了一些红点，但是一般的火势是不会造成这样的点状伤口的。根据伤口的位置、深度以及内部组织检测，这些伤口本身并不是死者的死因。那你能给我具体产生的时间吗？我只能说，这些伤口上都有生活反应，这说明这些伤口都是在死者生前形成的。具体时间，我也判断不了。行吧，那我回去继续做实验了。深夜，回去。火疗处那边给的实验结果，断定陈雪不是凶手。那就是说，拜火调处所赐，咱们还得重新开始。哎，吴大，您放心，这事儿本来我不想给你太大压力，但是你也知道，这案子很特殊，盯着的人特别多。我明白，你能力我从来不怀疑，但你得有自己的主见，你不能谁的都听。行，你忙去吧。吴大，来，进来。这是今天的报纸。对，好嘞，谢谢。哎，帮把门带上。好嘞。我知道了。好的，我会尽快让他们结案。开始实验吧。换一个。脚垫燃烧20秒和燃烧25秒，跟现场实际事故车辆做对比的话，20秒蔓延痕迹较浅，燃烧25秒脚垫基本烧透。韩佩当时的车速应该是120公里左右。这样，江离，你在地图上标出事故路段，往前推650米至840米的区域。是。这好了，知道。行。偶像，我还是没明白，咱们去最开始起火的地方干嘛呀？陈队，我们现在去医院干嘛呀？现在车里的助燃剂和打火机都有了解释。现在躺在医院里面的人，我们没有明确过身份。我们的重点还是寻找火源。我们的重点就是看鱼上钩。这个火源极有可能来自车外，那么尸体脖子上的小红点，就不排除是不易察觉的外部火源造成的。而且这个火源位置极高。如果是人为，凶手的目标大概率是韩佩，因为我们对外宣称两个兄弟是一死一伤，凶手一定非常关心幸存者的状态。如果幸存者是韩佩，凶手可能会再次动手；如果幸存者是韩军，他的处境也会非常危险。
因为他知道案发当时所发生的一切。我们现在要去起火的地方看看，有没有符合条件的外部火源的线索。我们现在去医院准备收网。是。橡胶，拍照。收集回去。沈队，遇上过了。这橡胶怎么像被火烧过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个800度以上的东西引燃了现场？死者的脖子褶皱处确实发现了一些红点，但是一般的火势是不会造成这样的点状伤口的。拍这个，但质量得保证是吧？是的，到时候说不太好啊，什么东西？那行，要么就这样。好。哎，两位，你们也是警察？啊，对，我们跟他们俩一起的。哦。跟他们聊天的就是帮韩飞修车的师傅。啊，没错，王希师傅。谢谢啊。走。沈队，沈队，哟，徐参谋，最近见挺频繁呀。是，挺巧。王希，当时韩飞车都做了什么？你和我简单说一下。就是常规的保养啊。除了保养之外呢？其他的没了。轮胎没卸过。轮胎？啊，没卸过。我给他做了个那个正常的动平衡检查。那这样，把你工作手册拿来我看一下。等会跟人去。老乡，我检查一下。啊。查到什么了？觉得轮胎有问题啊？是王希有问题。行，可以啊。你也挺厉害，查到这儿了。沈队，人呢？什么情况？人跑了。你俩叫车，老许，跟我走。注意安全。这边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
来，走左边。跑啊你！跑挺快啊！说说吧，跑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你们找我干什么呀？不知道，不知道一提到轮胎就跑啊？不是新趋势什么呀？不是，你看车从我那儿走的时候好好的，我也不知道你们那个朋友他提轮胎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次汽车燃烧案的调查情况是这样：我们先是对事故车辆的电气系统、油箱、机械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分析，但是并没有找到人为破坏的痕迹。在回到现场进行勘查时，我们发现车内存在助燃剂和打火机火源。经过实验证实，打火机无法引燃车辆，所以我们猜测，真正的火源应该是热值极高的物体。在结合法医尸检时，一直无法给出死者脖子上的火星痕迹，我们又猜测，火源很有可能来自车外，所以，我通过地毯燃烧的蔓延痕迹，推断出了实际的起火时间。在回到事故车辆起火时所处位置进行调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橡胶颗粒。经过检测，橡胶颗粒来自事故车辆驾驶室一侧的前轮。王琦，作为修理工，你对轮胎并不陌生吧？一般车子的前后轮是同一型号，所以很多人在安装的时候不会太在意，甚至有的时候为了让磨损程度一致，还故意对调前后轮。这一点我说错了吗？没错呀。但是韩佩的车是个例外，他车子的前后轮有明显的差别，一旦对调，就会因为不匹配与轮毂产生剧烈摩擦。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吧？在摩擦过程中所产生的金属碎屑符合作为火源的条件，同时也完美地解释了死者脖子上的火星痕迹。于是，我们彻底明白了。有的迸溅到驾驶座的韩佩脖子上，有的落在了车内其他地方。这是轮胎本身的摩擦，已经足够让车辆失控，并引燃车子。所以这起案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撞翻的轮胎。你很聪明啊，但是因为这个轮胎，我们也找到了真正的起火原因。不是，就算轮胎装反了，那也有可能是我当时不小心呢。不小心？你自己做了多少次实验，你心里没数啊？这些轮胎表面与我在实验室中得到的摩擦痕迹一致，它们就是王希之前用于测试这个纵火方式的证据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说这些都是巧合啊！我一个小员工，我杀人家韩佩这么大的老板干？昨天下午你去一趟第一人民医院吧？啊？干什么去了？看一个朋友。看谁啊？说呀，告诉我，用陪你去一趟吗？我去医院就是看一个差点被你弄死的人，对吧？我们对外宣称两兄弟是一死一伤，但是并没有说到底是谁死还是谁伤。
你就想去看看，你费尽心思杀死的究竟是谁，对吗？不是你这说了半天，你就在套我话呗？我都说了，我没理由杀韩佩啊。没见上你母亲最后一面，这算吗？这算是理由吗？这是你老板的口供，你是专门给韩佩的车做维修保养的人。韩佩这个人脾气很大，有一次他去找你，他把你的手机给砸了。但很巧的是，砸手机的那天，你的母亲正在医院抢救，医院的人一直在给你打电话，但怎么打也打不通。等你赶到的时候，你的母亲就去世了。就是这一点。不是，哎，大夫，我妈怎么样？手术成功，患者基础情况较差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需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韩总，人呢？赶紧回修理厂。不是，韩总，现在我有点急事，我回不去。别了！如果你现在不回来，以后永远都不要回来了，明白吗？韩总，让你随叫随到，这么费劲啊？对不起，韩总，那个车怎么了？车？给我洗车。洗车？对，洗车。看什么呢？我妈的医院。哎！你好，王希，你母亲由于突发状况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你妈妈临走前还想见你最后一面，只可惜还是没能挺到最后。就因为韩佩，我没见我母亲最后一面，最后一面。所以你就计划着要杀死韩佩？我知道他有飙车的习惯，所以我就把他前后轮胎换了。我也没真想让他死，我就是想让他吃点苦头。还以为车烧成那样不会留下证据，结果你们还是查出来了。只要做过，就会留下痕迹，就算被火烧过也是一样。只要做过，就会留下痕迹，就算被火烧过也一样。报告完毕。顾副指，顾副指，我们的调查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我们这个小许啊，是出了名的细致，每一次写报告都是这么厚厚的一沓。好啊，好。哎呀，刚才是，主要是因为我最近啊，这眼睛有点老花了，所以看看这个密密麻麻的字儿啊，有点费劲。
有些内容专业性太强，如果只写结论的话，怕外行人不信服。要的。其实我们刑侦吧，也需要掌握这些专业的知识。我说沈野，到。回头到你们队里好好普及普及。是。顾志，那这个韩佩这个案子咱就结案了。可以啊。好，那今儿到这儿了。那个，趁着各位领导都在，我有个想法想提一下。你说。我提议，我们火调和刑侦共同建立一个重大火灾案件快速反应机制，就是说以后但凡碰到和火灾相关的侦破工作，我们火调全力配合。我、沈野还有靳春，共同建立一个调查小组，共同合作。哎，这个好哎。这个恐怕需要2个系统的上级审批啊，不是说组就能组的。是，这个还得再研究。而且关键你看以前有没有先例？有先例，我调查过了。我觉得可以。哎，彭副职，既然这个小许和我们这个队伍已经是合作无间了，我觉得不妨索性就组个队，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啊！至于程序上，我们来搞。我也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啊，我赞成。好，那这样这事儿吧就暂时这么定。回去以后呢，我和彭副职再跟上级领导汇报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会就到这儿，散会。许参谋，火调刑侦加法医，好主意啊！陈叔好。哎，好，出警啊！啊，我们去趟辖区派出所。哎呦，好，行。沈叔叔来了。哎，沈叔好。吃了吗？吃过了都。对。哎，行。沈叔好。哎，好。沈叔，嘿，好长时间没见您了。是啊，真是。您吃了没？上去吃一口啊。啊，不了，我就找小野说点事儿。哦，行，我们沈队马上下来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拜拜，沈叔。忙你的啊。爸。哎，别跑！不是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就给你送个饭去，别进去影响你工作。那饭呢？饭。哎，不是，你放那儿干嘛呀？啊！哎，沈来了，来了，上去坐呀！不，聊两句，哎，忙你的，怕影响你工作。不是，你下次你放门卫就行了。门卫呢？万一忘了怎么办？再说了，我们这儿不是有食堂吗？你食堂那做的能有我做的合你胃口？揍我！你看你最近你瘦的，再不吃点好，你身体哪经得住？行，我知道了啊。我走。好，你不用洗啊，拿回来。好，你打电话来个信儿啊。好，有汤慢啊。行，知道了。沈叔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好了，打印啊。我看你这边。OK， 行吧，沈队。行，出吧。啊，哎，你这样，你再做一版，把那个字体调大一点，方便顾之看。再大一点啊。哎，师傅，现在？行，好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好了，发我啊。好。哟，许参谋到了，我师傅呢？你师傅谁？你见过顾之？啊，那应该马上到。哦，这个给你。行啊，这回咱们都可以结案了。顾之，哎呦，师傅，你们俩都来了啊！哎呀，你看看啊！注意你的几荣谨记啊！
哎，师傅，什么事儿您还专门跑一趟？什么事儿？好事儿，来坐。许参谋，你提的这个重大火灾案件快速反应机制 QRSCN 批下来了，这么快？红头文件我复印了一份，里边还有好多注意的细节，你们好好学习学习。哎，咱们关起门来说话啊。哦。这联合调查小组成立之后，咱们就是自家人了。你们俩一定要通力合作，毕竟是2个系统，有些事儿处理起来周全一点，别让人说闲话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带着他。你还带别人？你拉倒吧！我看别人带你。小许啊，这个家伙看起来不太靠谱，但是做起事儿来吧，还行。我希望你们多多磨合啊。您放心吧，我们俩还是有点默契的。什么叫有点啊？有默契？行，有默契就好啊。总之呢，大道理我不讲那么多了，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，我做你们的坚强后盾。好的，师傅，谢谢顾指。那行，我还有个会要开，你们俩把文件给我好好学习学习。好，师傅您慢走。好，慢走啊，顾指。走了啊。哎。没想到你师傅是顾指，知道什么叫名师出高徒了吧？走吧，去我那儿吧。伙计，还得会一下。好，来，大家把这个手头工作都放下，我说2件事啊。第一啊，案子结了，好事儿。第二呢，咱们和火调处的联合调查小组今天正式成立了，双喜临门啊！还有啊，我正式介绍一下啊。这位是北巡消防救援支队火调处参谋许同生，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，欢迎。以后大家就多多指教，好好配合，完成好工作啊！我订了个地儿，大家一起吃个饭。嘉宾挺主动的呀。那行，你带着你的人，我带着我的人，谁请客呀？我请客。啊，这联合起来就是不一样啊！哎，我说一下啊，下班换衣服吃饭。把春和小派叫上啊，没问题，走吧，许参谋。大家自助餐辛苦了啊！今天随便吃，敞开了吃，别客气啊！哎，串儿来了，来了！王姐，把你那个吃100羊肉串20个腰子那个本事拿来给火调同志看看啊！看远点。你先吃肉，去看另一个串去啊！我去吧，沈队。坐，跟许参谋好好聊聊。好。哎，当归，我听春说你们跟韩氏集团这个案子跟了很久了，所以这个韩佩你们很了解吧？之前接触过几次，但是这个集团它，韩氏集团呢，在北巡已经很多年了，做得很大。韩佩这个人大大小小也算是个名人，平时挺张扬的。那被击毙那个陈光，他和韩佩有什么关系？他俩以前是发小，陈光以前帮他打猎过安保公司。哎，我还有个疑问，你说韩坤那么大一个老板，那肯定医疗条件不错，你怎么说走就走？什么原因？来，串来了，快，来！这个老板他几个意思啊，徐参谋啊？请大伙出来吃饭，套情报啊？没有，多了解一下案子嘛。哎，行了，今天不讲工作了。哎，大家把杯子举起来。今天我们快速反应小组成立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大家庆祝一下。哎，这一家人！来！听我说，今天好吃好喝不聊案子啊，好吧？干杯！韩佩都已经死了嘛？你怎么知道死的是韩佩，不是韩军？来，大伙坐啊，忙吧，吃饭还堵住你嘴啊？许参谋，不瞒你说啊，其实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事儿也挺蹊跷的。但是根据韩佩家地下车库的监控以及陈雪的证词来看，
下作死的人确实是韩佩，而且王熙的目标也是韩佩啊。那如果陈雪和王熙撒谎，如果他们俩是同谋呢？你好像只关心死的人是谁啊？这个案子虽然结了，但我觉得还是有问题。按照你的说法，那现在医院里面躺的人，也有可能是韩佩啊。不排除。那也不排除现在医院里面躺的人是韩军啊，对吧？沈队，出入境管理局给我回消息了，说韩军回国的时候走的是一个很偏僻的陆路口岸，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纹信息。师爷，这个案子没完，我们得继续查，一定有问题。韩军醒了，去看看。我跟你们一起去，韩佩、韩军我都认识。掌柜，照顾大家，我起开车去，好好吃啊！哎，姐，您不吃了呀？帮我谭勇带着啊。没事，我们先吃。来，我当时本能的就跳车了，后面发生了什么我就不记得了。哦，对了，韩佩怎么样？韩佩在驾驶座没来及逃生，看不清他去世了。他是你亲哥，你不难受吗？我18岁就离开家去美洲定居了。这个家怎么样，跟我没关系。18年你都没回国，怎么这次回来了？韩佩叫我回来的，叫我回来参加韩坤的祭典。但我的目的是，回来要把我妈的骨灰迁走。我看你这次回来是从陆路口岸入境的，为什么不选择直飞呢？韩佩给我安排的。他说直飞的票没有了，我又急着在忌日之前赶回来，所以就这样吧。韩金学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景春，其实你刚刚一进来的时候，我就认出你了。我怕你不记得我了，所以没敢跟你打招呼。你怎么跟这些警察同志在一起呢？他们都是我同事。我现在是一名法医，听说学长受伤了，我就拜托他们带我来看看你。难道你还记得我？当然记得了，当年我们还一起主持毕业典礼呢。我高1，你高3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那是我出国之前最后一次参加学校的活动了。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在一个教室里排练，一练就是1个下午。我还记得当时有个同学的名字我总是说不好，人家叫杜丹宁，我老说成杜丹玲。对啊，那会儿我还教了您一个方法去克服它。没错，你教了我一个绕口令，是高高的山上一条藤，确实管用。当时我记得你说的特别溜，我还说你是不是专业的。没想到学长记得这么清楚啊！是，这一聊全部都想起来了。我记得你生物的成绩特别好，有一次期末考试的时候你没考到满分，还懊恼了半天。
你现在做了法医，也算是能发挥你的特长了。是啊。时间过得太快了。春儿，所以你觉得他是韩军吗？所有的细节都能够对得上，还有一些我都忘了的事儿，他都说得很准确。这事儿肯定没别人知道吧？当然没有别人知道，我保证。说，陈队，我警校的同学刚通知我了，他那儿正好有韩佩18年前进少管所的指纹记录，已经比对过了，和伤者的指纹不符，现在活下来的人就是韩军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爸爸妈妈，我是。我一定会查到真相的。孙记者。喂，徐参谋，打电话给你是想感谢那天你救了我一命，还有你对魏康的案子一直那么上心。应该的。还有一件事儿，徐参谋，我想离开北训。什么？你要走了？可魏康生前经历了什么？他出庭作证要说什么？这案子没有彻底结束呢。可是韩佩已经死了，无论真相是什么，韩佩他就是凶手。现在他死了，一切就该结束了。徐参谋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但我总觉得你跟我当初有一样的感受。那些已故的人也不希望我们活在痛苦中。你也不能代表已故的人。童生，该放下了。童生，真相还是重要的。徐同生，你爸妈如果现在在这儿，他们希望的也一定是你好好的活着。不过我和赵树一样，都不想看到你难过。找你的路上经历了无数日落，哪怕多遥远，我也不计较后果。刀山火海都难不倒我，只怕你醒了也看不到我。
车辆起火后逃生方式：公共交通上的安全锤。逃生锤又叫安全锤，在公交车、地铁窗边常能见到。当遇到突发状况被困车内时，应怎样正确使用安全锤？拿起安全锤，锤击钢化玻璃的4个角，不要敲击中间部位，中间部位最为结实，不易破窗逃生。玻璃破碎以后没有立即脱落，我们可以用脚踹开。玻璃脱落以后，要及时有序地跳出车辆，转移至安全的地方。痛苦而执着，如果记忆令人太难过，痛苦处诉说，就当我只是路过。山路险阻也不敢忘记承诺，命运弯曲关关都能爱过，纠缠如烧不完的漫山野火，都怪春风吹过生寂寞，石头就不该打破，水面平和，沿路美景变成对与错，悔恨像焚心似火，血流成河，忘记爱过恨过全部